人民苦哈哈，他们的口袋啊盆满钵满。各位同胞们，我们还要让民进党继续玩死台湾吗？我不知道民进党现在可以狂到这种地步，我也不知道民进党原来每一个人都是草包。健身房我可以收掉，但是民进党我一定干掉你，干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台湾最近的那点事儿。要说这个台湾呀，自从这个去年，也就是2024年的520，赖清德，江湖人称赖公德的这位上了台，好家伙，那个真的是新官上任3把火啊，烧的整个岛是乌烟瘴气的，一锅乱炖。这本来吧，这蓝绿白三家啊，就跟这个什么《三国演义》似的，哎，你掐我，我掐你。但也还算有个面子上的平衡。可是这个赖清德一上来啊，直接把桌子给掀了，说别装了，摊牌了，我就是要搞大清洗。这词儿听着吓人吧？大清洗哦，跟演电影似的呀。赖清德自己还不这么说啊，他说的可文雅了，叫去杂质。他说他要带领这个台湾团结，那怎么个团结呢？就是除了他民进党这帮亲美抗中的所谓什么主流民意之外啊，剩下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蓝的国民党，还是什么白的民众党，甚至是你岛内那些盼着两岸好、想和平过日子的老百姓，在他眼里啊，通通都是杂质。你听听这话啊，多吓人啊！他把自己当成啥了呀？炼钢厂的厂长啊，要把所有不听他话的都当成钢水里的渣子给提炼出去啊！这哪是搞政治啊？这简直就是要把整个台湾社会啊放进一个高炉里重新炼一遍，不合他心意的就全部都给你扬了。哎，你想想啊，第一个倒霉的会是谁？就是那个柯文哲。这个赖清德上来没多久，就找各种理由啊，把他手下的大将给收押了。这不就是杀鸡给猴看吗？哎，意思就是告诉柯文哲啊，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别以为你拿点年轻选票就了不起，在我这儿啊，你就是那第一炉要被炼的渣。这搞完了柯文哲，那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家大业大的国民党了。怎么搞呢？哎，这就要说到最近岛内最热闹的一出大戏了，大罢免。就是这个民进党啊，觉得国民党在立法院里的民代太多了，碍他事儿了。他想通过这个发动支持者投票，把这些国民党的民代一个个给罢免掉，换上自己的人。这招啊，阴损得很。你看啊，他前脚刚搞完那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天天在那儿以武拒统啊，这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把这两岸的关系搞得紧张的跟要打仗一样，就是为了制造一种同仇敌忾的假象，让岛内的老百姓觉得，哎呀，这个大陆要打过来了呀，我们得团结一致啊。然后呢，他马上就话锋一转，谁是团结的破坏者？就是国民党这帮人，他们不配合我们抗中保台，他们就是中共同路人。这帽子就这么扣上去了。然后呢，这赖清德他就躲在幕后一挥手，他手下那帮侧翼啊，什么青鸟啊、黑熊啊，就跟那得了指定的疯狗一样啊，漫山遍野的扑出来，到处去搞联署，到处去造谣，说这个国民党民代亲中卖台，那个国民党民代阻碍台湾进步，反正就是要把你的名声给搞臭啊，让你不得安宁。一时间啊，整个台湾是青鸟乱飞，黑熊出没，搞得社会撕裂，人心惶惶。这哪是民主啊，这分明就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就是要通过这种大罢免这种手段啊，把国民党连根儿拔起，实现他民进党一家独大。那国民党呢，哎，说到这儿就来气啊，面对民进党这种抄家灭门式的搞法，哎，你说你一个百年大党啊，你好歹硬气点跟他们干呀。他们也确实组织了些反击，但是这个反击啊，看的人直摇头，那叫一个软脚虾。就说前阵子啊，国民党里现在一个最红的女民代叫徐巧芯，号称是战神呢，跟民进党那边一个铁杆台独叫曹兴诚呢，搞了一场公开辩论。这个曹兴诚是谁啊？就是那个花大钱啊，资助黑熊学院教人怎么打巷战的家伙，顽固得很。这按理说啊，这场辩通会是国民党反击的好机会啊！哎，你徐巧芯啊，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台湾老百姓，民进党这么搞下去啊，只会把台湾带向战争，两岸和平啊才是唯一的出路。结果呢，你猜他怎么说？我的天哪，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这徐巧芯为了讨好安抚那帮支持罢免的青鸟黑熊，他竟然在这个辩论会上公开嚷嚷，
说你们别搞错了啊，我也是反对两岸统一的。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开始啊，就是反陆的。哎呦喂，我想说，人家民进党都把这个刀架到你脖子上了，哎，你不想着怎么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跟他们拼了，你反而先跟他们表忠心，说大哥啊，你别杀我，我跟你们是一头的，我也反中。你这是干嘛呢？你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被人欺负傻了，还反过来讨好欺负你的人，这不就是为了保住自己那个明代的位子，贪恋权力，哎，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吗？那副嘴脸啊，真是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啊，咱们反复说，现在岛内这场所谓的大罢免，本质上就是一场分赃不均的权力内斗。哎，你别看他们吵得凶啊，什么保卫民主啊，对抗威权啊，这口号是喊得震天响啊！说穿了，就是民进党这帮人啊，嫌自己碗里的肉不够多，想把国民党碗里的也抢过来。而这个国民党呢，他又没有骨气，被人家打得只剩一口气了，还想着搬出反中这块神主牌来给自己续命。这两边啊都不是什么好鸟，真的是无可救药了。但是呢，各位，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啊，往往都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上演的。就在这个民进党最嚣张，国民党最窝囊，岛内那些平时自诩为统派的大佬们一个个噤若寒蝉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杀出来一匹黑马，一个谁都想不到的人站出来，指着民进党的鼻子正面硬杠。这个人啊，既不是蓝营的大官，也不是白营的政客，更不是什么统派理论家，他就是一个草莽网红，一个开健身房的，浑身是肌肉啊，满嘴三字经的馆长陈之汉。这事儿啊，绝对是让人大感意外啊！要说这个馆长啊，他以前其实是偏绿的，甚至还跟蔡英文同过台。但是啊，人是会变的呀，特别是当你亲眼看到了事实之后。那就在不久前啊，这个馆长他跑了一趟大陆，去了上海，去了杭州。这一趟可了不得哦，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次灵魂洗礼啊，彻底把他给去绿化了。他全程开着直播啊，把他在大陆看到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展现给台湾的粉丝看。你们看这个地铁太方便了，你们看人家的城市建设，这个规划，这个绿化真的是太强了，那种发自内心的赞叹和这个惊讶是装不出来的。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你要知道，馆长在台湾的年轻人里啊，那影响力也是相当大的。很多这个年轻人他不看新闻，不看政论节目，但他们看馆长的直播呀。这民进党天天给年轻人洗脑，说这个大陆怎么穷，怎么落后。这一下对很多被民进党蒙蔽的台湾年轻人，那简直就是一次思想上的大地震啊，起到了非常正面的引导作用。然后呢，回到台湾，面对民进党搞的这个大罢免，这馆长的态度是什么？一个字儿，干。他全力力挺国民党的反罢免活动，亲自跑到各个地方给那些被罢免的蓝营民代站台。就在昨天啊，7月21号，他跑到新竹啊参加反罢免的场子，在这个现场，他拿起这个麦克风，那真是豪言壮语，唾沫星子横飞啊！台湾悲哀啊！当然今天非常可怜，就是因为两岸，所以我们不用提任何的政策，就像这3天这么可笑的一个辩论会，你为什么要罢免掉这些立委？因为他们中共同路人，因为他们外来，你讲一个 why， 就像你喜欢一个女孩，你总得讲吧，胡言乱语吧。在台湾有一个政党非常好笑，收买了媒体，收买了网军，再加一些下三滥当他的罢免领衔人，于是乎两岸问题就严重性的跑出来，他就变得非常严重，异常严重。你说你是中国人哦，爷爷明明是从哪里啊，福建啊、北京啊什么哪里过来，你就不能讲，你在台湾就不敢讲。96%都是中国人，我再讲一次，台湾96%都是中国人，不是其余人。如果你连你的祖宗你都不认，你怎么会对你的人民好？为什么要篡改这个历史？为什么要让台湾人害怕？什么叫两岸？两岸就是同属一个中国，我们要勇敢的站出来。我跟大家讲实在话，台湾人今天要起来，要避免战争，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台湾要变好，也有很多方式可以做，但是就是不能让民进党继续做下去，因为他在污蔑两岸同胞之间的感情，因为他们是老美的走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当美国人的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祖先都不能认同，让两岸都是兄弟这样打仗，这样是不对的，人家也不愿意打。所以，什么叫两岸？就是大声说出来，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好好的谈，经济、文化、学术方方面面，我们都希望交流。即使是自己的健身房被这个民进党收掉，也要干掉民进党，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豁出去了呀！这是把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啊！
为了自己认定的道理啊，不惜一切代价。你再对比一下那个说自己反统一的徐巧芯，再对比一下这个岛内那些所谓的统派大佬，这平时喊2句口号，写2篇文章，真到这个要刺刀见红的时候呢，人影儿都找不到了。他们谁有馆长的战斗精神？没有啊，一个都没有。一个由绿转过来的草莽网红，反而成了对抗绿色恐怖最勇猛的战士。这本身就是对台湾政坛最大的讽刺。那当然了，这么干风险也是巨大的呀。以赖清德那种睚眦必报、心胸狭隘的性格，他能容得下馆长这么个眼中钉、肉中刺吗？那绝对不可能啊！馆长现在其实非常的危险，他动摇的可是民进党最核心的执政基础，对年轻人的洗脑控制。这比国民党100个民代的威力都大呀！我几乎可以肯定现在这个赖清德手下那些什么东厂啦、西厂啦，肯定已经把馆长的材料堆得比山都高了，就等着找个机会给他安个罪名，把他给办了。什么逃税漏税，什么违反消防安全呀，甚至随便找个理由说他接受境外势力资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我们说馆长确实算是一个狠人，一个真正的勇士。他是在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跟一个掌握了整个台湾机器的政党硬杠，而且最狠的还在后头。就在最近的直播里，这个馆长更进一步，直接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对着几十万在线的观众清清楚楚的讲，我跟大家讲，我的祖国就是中国，我们台湾人也就是中国人。我的天哪，这句话在今天这个台独当道的台湾社会说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不至于直接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了民进党的脸上。民进党天天搞这个去中国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让台湾人都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的根儿在哪。结果馆长这个在年轻人中最具号召力的人物之一，直接就站出来说，别扯了，我就是中国人。这等于是在民进党辛苦搭建的谎言大厦底下挖了一个大洞。赖清德怎么可能会容忍身边一直放着这么一枚随时会引爆的重磅炸弹呢？所以后续对馆长的清算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那话又说回来了，朋友们，从馆长这个现象里，咱们是不是也能得到一点新的启发？过去我们总觉得解决台湾问题好像得靠这个外力，得靠围，把整个台岛给围起来，像一个瓮中捉鳖。但是现在看来在瓮中捉鳖的同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来一个中心开花？那什么叫中心开花呢？就是从台湾内部找到这个突破口。这民进党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是欺骗是洗脑是信息茧房。他们把这个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人，困在一个巨大的谎言泡沫里。那怎么打破这个泡沫呢？就得靠馆长这样的人。你想想如果这个台湾岛内能再出现5个，哪怕是只有3、5个像馆长这样有影响力、有勇气、敢说真话的网红或者是公众人物站出来揭穿民进党的骗局，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场面民进党靠谎言和欺骗建立起来的政治就会像纸房子一样瞬间坍塌。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最后就落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浑身是肌肉、满嘴三字经，看起来呢像个莽夫，却比谁都清醒、比谁都勇敢的馆长，他会是那个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吗？他这颗石子能不能在台湾这潭死水里激起千层浪呢？这出戏我看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关于馆长和台湾的未来，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